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系列访谈艺术家在别处第9期。这一期我们来到任翰的新工作室，通过对谈再一次进入他的作品与思考。任翰的作品给我第一印象是冷静、秩序、简洁，一种带有哲思的表达形式。你会看到大量被控制过的结构被推到极简的形式，以及一种持续发生的动作凿刻。他把它称之为破坏性素描，可在我看来，它更像是制造痕迹、生成路径，甚至把观看本身也一起推到边界上。上次由于见面聊得太仓促，所以才有了这次更完整的续谈。在我仔细看过他的作品之后，有了更多的问题，比如说他对于作品命名的形式，破坏对他来说到底破坏了什么，以及他为什么说自己的创作最终是指向消亡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对谈。距离我们上次见到好像已经过去小说有6个月了吧。我的创作领域主要是特定场域艺术、装置和素描，更多是从素描的概念出发的。我是07年来的，然后中间我11年毕业，然后12年回国，17年又再出来。这两天刚看一个艺术圈的开年新闻，就是尤伦斯换馆长了。然后我刚好看到尤伦斯是07年开的，就是我出国那一年。然后扣上了。对，就是其实我出来的那个时候正是当代艺术在中国的一个萌芽阶段，可以说是我可能在一个好的时机出来了。踩上了那个点，踩上中国最好的点，我跑出来了。因为我当时其实就是源于我求知欲吧，应该是。我当时在大2、大3的时候就看展览，就是很打动我的是那些摄影，还有行为那些现场。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尝试做油画以外的东西。没有直接做录像，但是当时还参与策划了独立电影节，做了很多绘画以外的事情。但是我始终没太搞明白当代艺术到底是什么。那个时候中国的看到的当代艺术状态其实是很单一化的、趋同化的，大家都在做政治波普啊，都在画毛嘛。我就很怀疑这个状态，它不是我，你知道吧？不是我想做的，所以我就说是出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嘛。当代艺术也是来自西方的嘛。就是你是那种可以非常规律持续工作的那种艺术家，比如说每天可能都会有几个小时，还是说你是会爆发性的工作一段时间，然后进入一个大休养时期，然后再继续爆发性工作那种？我有点像考试型的，就是没有考试我就动力没这么大。就是你需要一个 deadline。对，我需要一个不停的 deadline 来推着我走。平时也会做一些小的，因为你看工作室也这么大，平时可能做一些小的测试啊，包括有大项目之前做方案的话，我会做一些小的草稿在工作室里，就类似于那个架子上面那种。但如果让我平时每天做，我会感觉有点重复性，就会没这么大的一个推力。当然这样一种方式它会推着你走的，就是你没有灵感的时候你也做，总会找到一些东西。但是我也会发现你在重复自我的一些习惯在里面，我很害怕这种重复性的出现。你比如像我的创作，其实我在规避自我符号。自我符号是指就比如说我们说画画，在今天很容易成为一种符号化的东西。当然这也跟资本运作有关。画廊很期待艺术家是有一个鲜明的可辨识的符号。就比如说我们说奈良美智那样一个脸画的那样脸出现，然后你知道是他。但是我很怕成为这样，就是因为我把一个东西从一个灵感模糊的状态到成型以后，我就很怕再去重复做这件事情。但确实就是对于艺术
市场来说哈，或者说 professional 的这个职业的这个领域，好像确实大家会更倾向于有某种符号的艺术家。我们可以说这种符号它是个人风格吗？可以是风格，可以是风格问题，因为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抛不掉的，比如你个人性格跟你的生长环境、生命经验所形成的一套你的审美趣味，或者说是你的兴趣取向，但是我很怕那种纯视觉上的符号，因为比如说我自己上学的时候，我觉得我会害怕重复，我不想要去重复。但是好像随着时间的发展，我发现有些东西它就是自己不停的在重复，就不是我想让它重复，它就是好像兜兜转转，它又绕到了那个地方。它会转来转去的。对，反正我有点那种感觉。尤其是我之前学油画时候的经验，就是会发现你虽然画的是不同人，然后但是有些颜色总在反复出现。那你后来有去研究过为什么那些颜色反复出现吗？是你的惯性，用惯了。往深层说，可能是一种对成功的执念吧。我是一个艺术家，如果从艺术本体来说，刚才提到一点，就是我是在做素描，其实素描跟绘画是连在一起的，更直接版本。因为有时候我们就绘画是比较间接的，要准备要工序，但素描就比较直接给上去。在我看来，绘画在今天有两种大的可能，一种就是我们传统认为的绘画，在绘画本体的问题。在每一个艺术史阶段，比如摄影之后是一次颠覆，那今天可能科技又影响你，比如 AI 会影响你要画什么，你可能要画一些只属于人的东西。那我可能更像另一种可能，就是框架之外，我虽然在做像素描或者说像绘画的事情，在用其他的方式来做，说像做行为来做，像做装置的方式来做。因为像我那种特定场域的作品，它经常是很大，或者说是空间重叠的。那这个框架之外，德里达有一个词叫巴海贡，就是中文叫复式，它其实是指作品以外框架之外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在看，比如说我们去卢浮宫看一张画的时候，我们过去对绘画的理解就是去看那个画框里外的之内的那个部分。他是一个结构主义的哲学家嘛，他其实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现实，绘画不光有之内，还有之外。那我今天我所做的工作，其实更多是框架之外的，或者说是在试图把这个框架扩宽一点点，就这样的。对，然后因为我觉得你创作就是你对自己创作理解是比较系统化的哈，包括从你命名的方式，你是有一种内在系统的，所以我也比较好奇，就是这套命名的系统，你觉得它是在指向什么？对，刚才也刚好聊到这个复式这个问题，提到这个命名其实也是作品的一部分。然后我其实最早是受极简主义那些艺术家影响，就是他们的命名方式就是非常的去叙事化，它可能只是一个序列。那像我有很多作品也只是一个序列，可能只是我自己记录材料，然后我用这个材料做的第多少件，就是一个按顺序排列。比如那个雪山那个系列，因为那个系列的图像是网络图像嘛，当它下载以后，有一串像乱码一样的那个数字，我就把那个数字留下来。图像爆炸这个时代，它很像垃圾一样，我们每天在快速消费这些图像，它跟我小时候不一样，它其实是一种对抗快速消逝的一种办法，就是我把这个名字也同时留下来，但这个名字本身又是无意义的。你在不停的破坏嘛，你应该是把它称之为叫破坏性素描。本身的话呢，你去拆解这些东西，包括你命名的方式啊，我包括创作本身这个动作过程，我觉得它都很，我就第一感觉虽然很冷静哈，你的作品视觉上第一观感，但是会觉得非常叛逆。就这个叛逆，它还不是那种比如说很嬉皮或者很夸张那种视觉上的叛逆，我觉得在我看来会更接近，包括你刚才讲之后，我觉得更接近一种哲学式的叛逆，就你需要拆解所有东西，让它不要再这样按照它原本那个样子大家理解的。对，这个就跟每个人的个人性格跟趣味有关嘛。你像我经常举例子，就是我会举玛格丽特跟达利的例子，他们俩都是超现实主义的。达利的作品，就是他的力量是非常显而易见，
就像一个炸弹你能看到的爆炸的样子。但玛格丽特的画就非常静，就好像你看到一个炸弹，定是炸弹，但你看不到那个表在哪。那我可能就是更希望把那个力量是藏在里面，而不是让它直接外现出来。你不停的去破坏，用凿刻这个行动去破坏它这个动作，就在我的观看经验来讲，我觉得它不一定是一种破坏哈，就是对我而言，就这样的动作，就有没有可能，其实你是在就跟素描一样，它纯粹是一种制造痕迹，而不是完全的指向破坏。这种定义其实最早来自于法语，我叫的 désabîmer，就是直译过来其实是损坏的。它更指向一种结果，或者是样貌。但我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好像很奇怪，不太对。Yes， 把它翻译成破坏式的素描。破坏我觉得强调是动作本身，对，它更强调一种方法论。但这两者都没有达到最终的准确。但是语言它就是这样。我对这个破坏行为感兴趣也是一种生命经验吧，有点像中国的传统哲学。我们说不破不立，但是这个词其实是一个近现代的词。包括我很喜欢的 Marta Clark， 就是把那个建筑切割成一个几何形状，把建筑的中间割破，或者说一个房子从中间把它切断，它们都是一种破。那这种破在我看来就是很像结构主义，给予了一种新的可能。在这个破这个动作之后，我最感兴趣就是它让我看到了材料的本质。最早我做这个事情其实是我在尼斯上学的时候，当时做了很大的一个建筑一样的装置，但是毕业以后这个东西就面临它的去向问题，我就要自己去把它解决掉。但是我看到一笔开头，包括我体验到这个拆除的过程，爽吗？那个感觉爽，就是当你把它做完以后，它在那儿也是你的负担，觉得有成就感，但成就又成了负担。后来我再回看那个录像，包括那个朋友给的反馈，他说看你拆的过程很像看布洛克在做行动绘图。然后我毕业以后12年回国年底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就一直惦记这个事情，惦记拆东西，就是还是想搞点破坏。我们决定的开幕是元旦那天，它是一个废弃的药厂，但是它已经没有顶子了，它只剩一面墙。就是在墙上面就做了先是涂了一个黑色的圆形，那个圆形在我当时那个印象就很像是拆房子用那个大铁球一样去把那个墙要拆掉。我这个砸的动作其实在我看来是在一种绘画，材料在消减过程中又露出材料。框架之内可能有更多属于自我的表达冲动在里面，框架之外探讨的是边缘的观念上的问题。所以你的这些创作里头，你更倾向于认为你自己是去重现，就是表达一个内容呢，还是说重现某种风景，还是说它其实更多的在呈现你那些抽象思考，就是为什么是框架之外的？你认为你自己，比如说你读的那些哲学以后的这种思考方式，那些概念，包括你对社会的结构的认知理解啊等等，就他的指向是什么？就是他表达什么？有的人是表达自我嘛，你知道吧，很强烈。对，这就又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个人符号问题嘛。表达自我的时候，肯定会形成一套自己的语言符号系统。那我其实经常在规避这个，所以我用的图像大部分是找来的图像。就是我好像是一个导演，像拼贴一样重新组合图像。在我看来，我背后的那个推理有点像是，就像我前面讲一种借假修真，其实是风景背后的一套观念。我觉得是一套观念系统在后面推着，只不过呈现出来是绘画。那你会把自己，就是你会倾向于把自己定义为观念艺术家吗？没法这么定义，因为观念艺术家还是把观念作为主要材料。OK， 就是它的材料就是观念。我也试图这样，但是发现自己不是这块料。一个很有意思、很实际的问题哈，就比如说每个艺术家他都需要经营自己的就是创作嘛。那比如说你去跟机构啊、空间啊怎么做展览啊，然后怎么售卖自己的作品啊，那平常你是怎么去打理这些东西的？或者说对于你来说，这两面有没有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很大冲突？我这个阶段其实还是
还是很不稳定的，就还是一个多种可能性同时操作的阶段。就是一方面我有跟画廊的合作，那跟画廊的合作更像是传统模式，比如我做展览，然后有一些作品是可移动性作品，就是比如说我的小型装置和纸本素描。还有一些作品呢，可能是特定场域的，它其实也跟我的观点有关，它是指向消逝的。就是说，当你看到这个作品的同时，你知道它会消失掉，它排除了商业化。那你会倾向于去创作一种像 Protocol 一样的作品吗？就是我给解释一下这个 Protocol 我怎么理解它的哈，就是比如说我写了一个我创造一个公式，然后我所有作品都可以去用这个公式去产生，然后我们让它运行。就我作品还不像极简主义这么好去程式化实现。我作品它虽然图像是有一个比较确定的来源，但是在过程中我又把它变得很绘画性，就是我那个画画的瘾又都在这上发泄掉。包括咱们刚才说到画廊那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可能会现在也在试图就是可能跟建筑师合作，尤其是出国再回去的人，我觉得怎么落地怎么接地气是个问题。那其实很多人的问题在于他的语境没办法对接，你在国外做的作品对接不到国内内的对接不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艺术创作是跟环境有着高度密切的关系的，不管在哪个国家。它总是会有一个语境，所以你可以理解为它是政治化的嘛，某种意义上。对，直接或者间接的都会有。就那从就是一个比较更大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你从广义的理解上，你对于创作和艺术这两件事情，你是怎么理解他们的？艺术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可能在国相对这个比例少一点，在欧洲国家，尤其像现在巴黎，就感觉大家对艺术的接纳更包容、更生活化。你会在很多日常的空间也会看到艺术，比如街头，对吧？包括看展览也是人的生活习惯之一，不管它是作为一种快速消费，还是作为一种学习或者更深刻的思考。创作、个人表达是跟自己有关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创作。那比如说你现在创作，因为高度的依赖空间嘛，可以或者说具体的某个空间。那比如说在没有空间情况下，你会不会容易受阻你的创作？大部分情况，我现在还没到自己去选空间。对，就像我回国有几年都是在废墟里面做作品嘛。我感兴趣的就是在那一刻，我觉得是特别纯粹的，当然它没有功利性，然后它脱离了白盒子的这个空间。我当时提出了一个衍生词，就叫偶得空间。偶然获得的空间吗？偶得空间或者找到的空间，叫 object to way， 然后这里是 espace to way。 OK， 就是我们之前强调这个 object to way 的时候，就是每个材料它自己有自发性，它不光是一个材料，它自己出现了在哪，它有历史，它有记忆在。OK， 那你到一个空间里面也是这样的，就是尤其它不是白盒子的时候，这个空间也是有记忆。抽象的说，它是有一个能量存在的。那我们其实在跟空间互动的时候，是在与这样一个场域对话，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东西。我如果比如说没有合适的机会在空间里创作，我就做其他材料的，比如书啊或者旧家具。因为我觉得每个艺术家吧，他可能多少都会有遇到一些限制，比如说做大型装置的，他如果没有那个空间的时候，他可能就只能做模型，或者说对吧？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种现实吧，就所有人都会遇到。是的，那比如说再说远一点，就像你讲到，其实我觉得你是有一点在你希望在你作品当中反叙事，就反被解读这个事情哈。那你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说你其实想向观众去传递一些东西的，或者说一些信息？就是如果是有的话，你想传递什么？我没有反解读，大家随便解读。就是其实你完全没有想过说我做这些东西，我希望带给大家什么东西。艺术家总是在反叛他的前者。其实我对我作品的理解，它更像是一面镜子。那我想传达的，其实每个人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较简单，是给出一些关键词，就比如说无常，
很佛学的概念，因为我的作品都是带有一点悲剧性，它也有一点反纪念碑的性质，就是我好像在为那些快速消费的东西去建纪念碑，我在为这些东西建纪念碑，但与此同时，它又在指向消亡。那在最后的话，如果你要给在你之后的就比你更年轻的那些艺术家一些想说的话，你想对他们说什么呢？想说什么？这条路不好走。我可能应该用道家的一句话，就叫顺势而为。就是你可能经常会面对人生的低谷，不要用你的执念去对抗，有时候你就是保存好能量，然后在时机合适的时候表达你自己。